虽然说很冷，但是特别的兴奋，想办法把它们吃掉。早上起来，我就看到了一个好消息，我的荒岛菜园啊发芽了，我看到了很多种子啊全都发芽了，而且还吸引来了蝴蝶。所以说呢，接下来我在这个岛上有蔬菜吃了，赶紧的浇完水就把它盖起来。这么小的苗是不适合晒太阳的，要不然太阳很快就把它晒干了。赶紧趁着自己精力充沛，潜水探索一番。今天潜水，我去了岛上的一个角落，一下水我就开始翻看石头，看见大石头，我还以为是大海螺，可能又想吃海螺了吧。我突然在沙子里面发现有泡泡，而且还有2个眼睛，原来有螃蟹藏在这里面。经过查看，原来是大名鼎鼎的兰花蟹，它可是海里的伪装高手。白天一般喜欢躲在沙子或者说石头里面，晚上再出来找食物。据我观察，它的性情很凶猛，如果它发现你不是飞速的逃跑，那就是用2个大钳子和你对死。有了经验，我又继续探索，果然在附近我又发现了一只小的。我把它弄出来以后，它看了我一会儿，结果飞速的跑了。我游的没有它快，它越过珊瑚，跑到了一个石头底下躲了起来。我跟着它掀开了石头，结果我很惊讶，我把兰花蟹给忽略了。我发现了一个很像海参的东西，结果我又发现了一个很大的寄居蟹。哇，这么大的寄居蟹真的很少见，据说它生长得很慢，长大了它会去陆地上，就是所谓的椰子蟹。在发现完寄居蟹后，我开始了探索兰花蟹的脚步。经过数个小时，我收获颇丰。这就是今天的收获了，7只螃蟹，还有一个倒霉的寄居蟹。这个螃蟹还是老规矩，就把它烤吧。你看这个寄居蟹我已经取下来了，它多大？就跟这个螃蟹放到这里一起烤吧。烤这个螃蟹呢，可能还需要一会儿。我现在去做点其他的事情。既然是新的一年了，我决定在岛上伙食提升一下，所以说我觉得烤螃蟹太单一了，我就用我自带的面粉给自己制作一个独特的饼子。首先放2个仙人掌籽，再放点水，把它搅拌。在我的揉练下，一个仙人掌果饼就可诞生了。现在只需要把它煎熟就行了。现在这个螃蟹熟了啊，我们开始烤饼。我在这个盆里放了点油，然后直接把这个饼放进去就可以了，再把这个盖子盖上就可以了。终于可以享受这顿大餐了。把这个饼撕成一半。和在家里吃的饼啊没有什么区别。把这个寄居蟹夹在里面，做一个海鲜饼。这个寄居蟹啊，感觉有股咸味，就没有那么淡。这是寄居蟹肉夹馍吗？看吧，这饼还给你留着半张呢，来一起吃。吃饱喝足，开始要忙碌了，要不然现在休息的时候，后面就要忙碌。我打算用这些竹子打造家园。大家看出来这是啥了吗？再放4个腿儿，这就是一个可移动性的桌子。到时候我可以到处去吃饭，比如说夕阳的时候可以去海边，或者说在石头旁，在沙滩上，或者说在这里面。大功告成，这样的话，我想去哪里吃就可以去哪里吃了。早上起来呢，我又收到了惊喜。你看，我的蔬菜已经长得很高了。为了防止浇水方便，我在山泉水上接了流水装置，这样我在荒岛上浇菜、洗脸洗手就非常方便了。为了防止我的菜苗被晒死，我又搭建了防晒装置。早上起来就忙活了一番，但是呢，我还是想趁着现在赶紧的去潜水探索一番。但是今天的话要脱衣服了，要不然上来真的冷死了。有了昨天的经验，一下水我就发现了一只小花蟹，紧接着探索，我又发现了小海螺，还有一些塔螺。虽然它们都很小，但都是肉啊，我还是收下了。又往前探索，我发现了一条鱼，我觉得它很漂亮，所以我跟它游了一会儿。哇，我居然游着游着发现了一只奇怪的大螃蟹，真的很大。它游得很慢，看起来呆呆的。原来这是我之前在岛上吃过一次的河生蟹。由于不穿衣服，下海太冷了，所以发现它以后，我也赶紧上岸了。这么大的螃蟹，像往常一样烤，肯定浪费了。我们想想办法。我捡了2块木板，决定制作一个简易版的蒸笼，来蒸这个大螃蟹，那样应该味道更加的鲜美。经过一番折腾，我的小蒸笼终于做好了。先把它放到我的小锅上，我中间留了一个小孔，方便蒸汽进来。为了防止蒸汽流失，我决定弄2层盖子，再放上一层树叶，再加上我编制的盖子，双层防护。
我这个蒸笼弄得非常好啊，它的蒸汽是往外面走的，所以说我两边有缝的话也没有什么问题。哎，刚说完蒸笼好，就被打脸了。我的蒸笼存在一些缺陷，温度不够，导致螃蟹只熟了一半，海螺更别提了，还是放到水里煮吧。最终，我的螃蟹和海螺都熟了，但是我觉得这顿饭还少点什么。我打算做一份我们老家常喝的汤。我的原料呢，还是面粉和仙人掌果，掺一点水，把它搅拌均匀。看，现在已经搅成粉红色了，把水烧开以后下下去，在里面搅拌一下，它就散了。这就是仙人掌果疙瘩汤。我特别喜欢这种半生存半生活的状态，偶尔苦一点，偶尔享受一点。哇，你看这个爪子里面肉好多，你看这爪子肉啊，蛋白质非常的高，真的太好吃了。它是壳很硬啊，但是里面肉特别的多。把它的尾巴和鳃去掉，还有它的嘴巴去掉就可以吃了。感觉它的肉质啊特别的松散，就像一粒一粒的肉拼在一起的，吃起来就像吃鱼一样。这个螺吃起来就非常的精致了，再蘸点孜然粉。吃完饭我感觉是一天中最舒服的时刻，能让我全身心的得到放松。你们看到我吃的这么点饭，其实是呢从早上到傍晚根本就没有闲着，从弄山泉水，再弄菜园，再潜水，再捕食，再烹饪，然后再弄蒸笼，最后呢再享受这顿美食，真的是特别的充实。今天有一点点小遗憾，就是那个蒸笼没有做好，但是呢我很开心，我很满足，因为正是这一件件小事让我今天变得非常的充实，非常的快乐。我也希望看视频的你们每天都是开心的，忘掉一些不开心、做的不好的事情，多多想一些开心的事情，你的生活就会变得充实，变得快乐。好了，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拜拜。前两天在岛上潜水，我获得了丰富的食物，过上了享受生活，这也让我对这片海域充满了好奇。今天我同样要继续探索大海，但是在出发之前，我修正了一下我的菜园，弄了一些菜苗，并给它们浇了浇水。这是我刚拔的苗，一会儿我们把它吃了。今天下水，我在岛上的潜水区突然发现了很多海胆，它们和石头的颜色长得很像。这种海胆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和脂肪酸，吃它对身体很有益处。我必须收下它。往前探索，水质慢慢变清，石头也开始变多。我突然发现了两个眼睛，我一开始以为是一个小章鱼，我一直在那里盯着它，没想到一会儿它就按耐不住开始逃跑了。原来这是一个寄居蟹，这种寄居蟹很美味，我把它收下了。接着探索，我又发现了一个石头蟹。本来我想抓它，但是它夹人很痛，我当时又没有工具，我觉得还是放过它吧，毕竟这个螃蟹太小了。哇，我居然发现了一个蜘蛛螺！当我拿起来它时，我还以为是一个空壳，谁知道把它翻过来，里面居然是有肉的，我太开心了。这个蜘蛛螺勾起了我的好奇心，也让我接下来收获颇丰。等，你看，今天收获多丰盛，足足有一桶，又是海螺又是海胆，而且还有寄居蟹。经过一番折腾，我把它们处理好了。你看，海胆的肉是这样的，这是寄居蟹，这是蜘蛛螺肉。你看它们的壳挺漂亮的，我要把它们收藏起来。我弄了一个三脚架，我打算用寄居蟹、还有海螺肉，还有我的蔬菜来煲一个汤。这样的话，维生素和蛋白质全部都有了。海胆要煮的话就太可惜了，我打算弄一个海胆竹筒饭。我在一节竹子上面开了一个小孔，然后我又把携带的米饭和海胆黄掺在了一起，现在把它们灌进去，再加一点水，水是米的1.5倍就可以了。我最后准备了一个小竹子，挑一片树叶，把它塞上。经过了漫长的等待，我的海鲜汤和我的海胆焖饭应该好了。把我的蔬菜放进去，搅拌一下，放一点点盐。告诉大家一个不好的消息，可能我的水放的有点多了，成稀饭了。哎，一半是稀饭，一半是干饭，可能是水量没控制好。但是啊，这样也非常不错的。把蔬菜和肉放到米饭上，再把汤倒到竹筒里。在这个岛上第一次品尝蔬菜，这个海鲜汤煮出来的蔬菜啊，有股海鲜味，加了海胆的米饭也特别的鲜。再吃一口海螺，真的是很久没有吃过这么香的饭。
特别的原汁原味。煮出来的啊，它味道就稍微淡一点，它的味道全部都进了汤里面，刚刚够一个人的量，你就挨饿吧。